欢迎来到王一博粉丝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街舞老师王一博火辣辣的，现在孩子们都在安利学跳舞，还挺积极的。王一博的舞蹈简直是天方夜谭。近日，一位街舞教练站出来表示，学街舞的孩子们都在关注他，尤其是最近街舞决赛中的队长秀。这场表演直接引爆了爆款，让不少街舞导师都感到压力山大。的确，王一博的影响力是不可否认的，他的名气和流量最大的时期都归功于他的爱情，这也是前几年街舞走入大众视野的原因，如今已经成为了全民关注的焦点。他负责这两件事，越来越多的各个年龄段的人，尤其是青少年和年轻人，对学习街舞感兴趣。这就是 Z 世代与前几代人不同的地方。虽然我们接触到的街舞种类还不是特别多，但目前教街舞课的人已经占了绝大多数，包括街舞在内的夜店也越来越多。每个人都在参加这项运动，这鼓励他们四处走动，并变得更加活跃。要乐观。最近发生的事件导致街舞班的老师直接点名王一博是这种力量的来源，他引起了很多关注。他的影响力不是随便讨论的。现在在课堂上，很多孩子都和他一起在安利，他们都在真正的看着他跳舞，因为他又酷又帅，我长大了也想和他一样。本次街舞活动中，王一博不仅跳 break， 还跳 hip hop 等，融合了多种舞蹈风格，尤其是开场舞，卷起裤腿，极具街舞风格，也是一种文化的体现。结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熟悉这种表达观点的方法。同时，很多人认为王一博这个年轻人表达了多种鲜明的文化面貌，被绝大多数网民模仿。还记得王一博是怎么用鞋带选人的吗？人们被选中出现在第3季的 Hip Little Hop 的 Black House 中，该季现在正在播出。就在这时，王一博对女人说：“我一定要你。”但因为这一轮要抢人，他没有要她，而是递给小妞一条绿色鞋带。滑板运动为这种表现力提供了一个出口。当他滑冰时，鞋带固定在皮带上，这样他们就不会以任何方式干扰他的表现。一段时间后，我们经常看到王一博在腰间系鞋带，而不是腰带。在这场开场舞中，王一博的裤腿不仅体现了当下的时尚潮流，相反，他们代表了街舞文化中街舞元素的展示。这些裤腿表达了一种随意的自由，也表达了对爱情道路的奋斗。我觉得有必要指出，王一博对街舞的营销和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他的心所在。爆红后成为滑板综艺《天天向上》的永久居民，参加节目后加入。鼎盛时期，只有极限青春能搭上这就是街舞。为此，王一博显然是在从事着满足自己兴趣和激情的工作。他没有让自己的恶名和流量白白浪费，而是向广大观众提供了更多的评论。这是一种能量交换，它是一种更好的交换。它让我们接触街舞，教我们滑冰，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 Z 世代的态度。我们这一代的年轻人比前几代艺术家更集中，他们追求极致，他们有态度和耐心，他们是未来的艺术家。我喜欢并尊重他所做的毅力。如果你问在娱乐圈工作的高水平艺人，他们会告诉你，比起过去的流量明星，他们更看好 Z 世代。他们的定位非常明显，他们的选择和态度各有不同的观点。这将是令人兴奋的体验。王一博因专业而闪耀，因热情而懂得传播，让世界看到中国舞者的进步，促进中国文化的传播。作为一个在文艺领域工作的创作者，他不辜负这份荣誉和义务，让世界舞者见证中国舞者的进步，鼓励他们用自己的影响力传播中国文化。王一博，我现在暗恋你，这就是被称为 Z 世代的中国下一代领导人的心态。从事中国文艺工作的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王一博的下一部剧将是关于一个迷人的年轻人。每当他看起来如此出色的状态时，球迷们总是想知道下一个资源将是什么。
现在，距离王一博的热烈完成已经3个月了，这和王一博顺利转组的情况完全不同。虽然粉丝们不会积极鼓励王一博发展新角色，但大家还是很期待王一博接下来要塑造什么样的角色。尤其是考虑到王一博最近的状态，粉丝们真的不禁好奇王一博接下来会演什么角色。至今有多少人无法将目光从王一博在《这就是街舞》第5季总决赛舞台上的精彩表演移开？以前我不知道嘻哈节目的精确录制时间，但是我知道王一博的状态很好。尽管如此，这些信息对我来说是无法访问的，因为它隐藏在一层之下。不过，嘻哈总决赛当天，大量人看到了王一博本人在澳门的现场。而屏幕前的大量粉丝也看到了很多精致的画面、原图、快照王一博，而王一博的脸从来没有半点伤过。的确，王一博在嘻哈决赛中的舞台表现会让人记忆犹新，但再次发现自己处于double 状态也是一个不错的惊喜。王一博由于身体易水肿，拍戏时需要锻炼肌肉，一度给人的感觉是有些强壮。由于在《冰与火》《有匪风起洛阳》《无名》《长空之王》《热烈》等电影中饰演的角色多样，王一博的表演时而军人，时而贵族之子，时而舞者。除此之外，他的体格需要进行不同的塑造。你的肌肉量既扩大又减少是很正常的，这也给人的印象是，王一博有时也越来越远离偶像行业。自从王一博称其为事业以来，距离该活动已经过去了3个月。已经确定他的下一部戏将基于他的职业风范以及网上流传的报道。尽管他无法预知会是什么，但以王一博现在对自己身体的管理方式来看，那个角色似乎不需要肌肉。王一博就像嘻哈决赛中荧幕上的孔雀，让他的魅力尽显。虽然王一博没有跳散落的华服中的舞蹈，但当晚的3套不同的礼服完美地展现了他的魅力。出色的演示，王一博在 SKG 直播间没有选择录播，相反，他出现在了直播中。他的状态再一次被大家见证了，以至于直播结束已经5天了。SKG 的官博虽然有，但还是忍不住向大家直播了。距离直播已经5天了。作为惊喜掉落的特别礼物，王一博直播时拍摄的海量照片被退回。另一个原因是，王一博的身体最近一直在精心调理，在镜头前没有任何水肿的迹象。很多王一博的追随者都好奇，这位演员是否会在即将上映的剧中扮演一个英俊的小伙子，或者他是否会穿上古装，扮演一个祖先的儿子。不免要承认，王一博拥有超强的可塑性，以及对自己体格管理的严格把控。就连不熟悉王一博的网友也都知道，现在看到王一博的释放是成功的，因为他没有被捕。拍《长空之王》的时候，他的体型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仿佛时光倒流到了2019年，当时他在众人面前宣传蓝忘机。关注时空流逝的王一博正赶着跟团，毕竟嘻哈总决赛的结局已经到来。除夕夜还需要王一博，还有传闻12月要开的乐华家演唱会。他加入团队拍摄和体验其他人的生活，他是庆祝活动的一部分。王一博的这一年还没有结束，还有很多时间。王一博在拍同一个广告时，不小心撞到了一只猫的脸，让粉丝们束手无策。你真的应该有权为自己挑选它。这只猫最近多次出现在王一博的广告材料中，很可能是为了回应他的追随者给他起了王一博的名字。由于王一博是摩托车迷，他的忠实追随者有时被称为小摩托或摩托姐姐。营销号第一次爆料时，他喜欢用摩托鲜肉之类的方式来暗指王一博。您可以多么容易地识别出合适的位置。因为摩托又与猫头同音，所以王一博的很多粉丝也自称猫头姐姐。或许正因如此，当王一博在发布的每一条内容中都和猫玩耍时，粉丝们会觉得自己是在替身，而王一博摸到的猫其实就是王一博本人。然而，在所有猫的广告中，红米最近发布的广告是大家觉得印象最深的。
这个决定没有其他理由，但王一博的猫出现在他身边的广告中实在是太亲密了。一人一猫并排站着，从猫脸上传来的气味比王一博还要臭。要知道，王一博是整个娱乐圈最有辨识度的人物之一，时不时听到他笑，真是太可爱了。早年，望甜甜不仅仅是一个虚构的名字，王一博笑的时候几乎和吃糖的效果一样，可王一博不笑的时候却是无比的认真，白皙的眸子给人的感觉是他不怒自傲。事实上，有些人把他误认为是一张讨厌的脸。总的来说，当王一博和这只臭猫同时出现的时候，很多人对这只猫的兴趣比对王一博的还要多。如此个性鲜明的猫实属难得，王一博能与之交流，让不少网友羡慕不已。由于我在某些方面也是猫科动物，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和王一博不能一起合作一个项目。与其说是广告，不如说是电影。其实，如果你想和王一博合影打广告，只要让王一博在众多猛犬中挑选你就行了。曾经有一个广播说，他的宠物和王一博合作制作了一个广告，他们合作的事实表明对广告空间有要求。也就是说，红米王一博选择了这只蓬头垢面的小猫作为公司营销的主角。不知道是王一博只是相信臭脸猫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还是认为臭脸猫真的有个性。再细看臭猫的行为，就会明显感觉到王一博在观察人。当你把这两张照片并排放置时，看起来这个人和那个动物是相关的。所以，跟着豹速、虎速、猪速的脚步，我担心王一博即将推出猫速。虽然有不少艺人在室内表演中与动物互动，但像王一博这样的人却是极少见的，这足以证明，单单王一博的脸就能表现出广泛的情绪。毕竟，谁会看到小猪宝宝的脸，立刻想到豹子呢？在最近王一博的广告中，猫已经被用来代表温暖。现在，这个涉及红米的棘手计划正在出售，并且采用了强有力的语气。想看王一博一袭利落西装，配上一只酷酷的臭猫，请继续点击这里。将粉丝认定为猫头，并没有破坏广告的风格，说明这则广告的目的是成功传达的。感谢您观看视频，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